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Nginx 的一个介绍和应用场景。介绍的话 ，Nginx 是一个简单的轻量级的高并发反向代理服务器。常用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反向代理，还有一个是负载均衡。针对负载均衡的话，负载均衡可处理2到3万的一个并发链接数，官方测试的话可以能达到5万的一个并发链接数，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Nginx 主要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并发的原理呢，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异步使用了这个异步非独特的方式去处理用户请求，使用的是 EPOM 模型。EPOM 模型呢，主要解决 Linux 内核处理大量的文件描述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来说一下反向代理的这个原理。反向代理是指代理服务器接收网络上的链接请求，然后将这个请求呢发送给内部网络的一个服务器，并将从服务器上得到的一个结果返回给客户端。这样的话，我们想一下正向代理和反向代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正向代理的话，我们是通过客户端的一个浏览器去设置一些服务器的一些信息，然后做到一个正向代理。那反向代理的话，当用户去请求网站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数据返回给用户的时候，它这个数据是有可能是从不同服务器上去获取过来的，而用户是不会知道这个服务器的地址或者信息用户无感知，也就是说用户是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一台服务器上过来的，这个叫反向代理。反向代理的一个原理。还有一个负载均衡。Nginx 把请求均匀地分摊到上游的应用服务器，这样即使某一台服务器宕机也不会影响请求的处理，也可以随时横向扩展服务器的一个数量才能实现这个负载均衡。负载均衡主要是我们在什么时候用呢？是用户访问量特别大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一部分流量分配到其他服务器上去，或者说某一台服务器宕机了，或者说访问量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拓展这个集群里边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数量。这是一个负载均衡，还有一个是反向代理的一个原理。那常用的 Nginx 常用的话就主要应用在这方面当然了它还会应用在其他方面有很多我们主要介绍这2个就可以了。